女子救助受伤大雁，对方伤好后却赖着不走，还带回同伴蹭吃蹭喝。王春红是山东青岛一个生态园的负责人，然而在他负责的这片园区内，却出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。上百只大雁全部自愿定居在了这里。然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，还是因为王春红不久之前的一个无心之举。那么王春红究竟和这些大雁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事情发生在2018年的5月份，随着天气逐渐回暖，生态园中的环境也变得令人愉悦。王春红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，不由得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，准备外出散步。然而不知不觉之间，王春红竟然走到了水库边上。这里的野生动物并不少，然而一个特殊的身影却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原来在不远处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影子，看上去像是某种动物。由于距离太远，王春红无法判断，于是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朝着水库旁边的树丛走去。然而当他拨开树叶，却看到了一只受伤的大鸟，正静静地躺在地上。根据王春红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来判断，这只大鸟的身份并不简单，与国家2级保护动物大雁十分相似。但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，大雁通常都是群居动物，而这只大雁却独自掉落在了这里，这让他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然而看着大雁的伤势十分严重，王春红并没有过多的时间思考，只能先将其带回家中，再考虑下一步计划。女子救助受伤大雁，对方伤好后却赖着不走，还带回同伴蹭吃蹭喝。王春红回到家后，将大雁简单的安置了一下，随后便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兽医站，购买了一些外敷的药。只是当王春红回到家中后，发现自己给大雁准备的食物和水根本没有被动过。虽然这只受伤的大雁并没有攻击性的行为，但是对于王春红的示好也只是视而不见。这样的情况让人十分发愁，但是王春红能做的也只是每天给他按时换药。随着王春红的悉心照顾，大雁的伤势逐渐好转，也不再抗拒人们的喂食。但是王春红的心中又隐隐有些担忧，大雁终归属于野生动物，如果长时间养在家里一定是不可行的。所以为了能够给大雁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王春红决定把它带到生态园里生活。此时的大雁已经对王春红有了100%的信任，无论王春红走到哪里，它都要一步不落地跟在后面。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大雁却在平常的一天突然飞走了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过它的身影。虽然王春红心中有些不舍，但是他明白这才是大雁最好的归宿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大雁不会再回来的时候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一天早上，生态园的工作人员突然跑到了王春红的办公室里，说园区内发生了一件大事。然而当他赶到的时候，却看见之前救助的那只大雁竟然带回来了10几只同伴，悠哉悠哉地在园区的水库里游泳。这样的情况让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但是事情却没有就此而结束。女子救助受伤大雁，对方伤好后却赖着不走，还带回同伴蹭吃蹭喝。10几只大雁在生态园中定居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大雁的数量还在不停地增长。经过统计发现，最后竟然有100多只大雁自愿地居住在了生态园中。从此工作人员们便多了一项任务，每天都需要对大雁的生存区域进行打扫，并且喂食也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。除此之外，王春红还面临着一项重大的挑战。一天早上，王春红接到消息称，园区内出现了一枚大雁的鸟蛋。这个消息令人十分亢奋，于是王春红立即决定对大雁的蛋展开孵化工作。虽然这件事情并不轻松，但是大家都没有放弃，甚至建造了一个孵化室，专门用来处理大雁所产下的蛋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专业饲养员的照料之下，第一只大雁幼崽成功出世。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，孵化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从此之后，大雁的数量便开始持续上升，甚至达到了300只左右。更重要的是，园区中的大雁与工作人员相处的都十分友好，甚至大规模的数量还吸引了不少游客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王春红心里总是非常庆幸，还好当时对受伤的大雁展开了救助，否则也不会出现如今的局面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